大佐就要回来了，而我们反制的大逼兜就在路上。不得不承认啊，聪明人的冥思苦想真的比不上猪队友的灵机一动。根据 NHK 13号的报道说，多名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正计划修改自卫队军衔名称，部分称谓拟恢复为旧日本军队的军阶用语。这一措施将打破日本自卫队长期以来通过独特称谓淡化其军事色彩的惯例。也就是说，曾经为了摆脱军国主义的那股子腥膻味儿，改成的很蠢萌的一佐、二佐、将辅这些词，就要改回中佐、大佐来了。昨天我才说，绿营跟日本右翼不用亲子鉴定就急着抱团相认了，真的是天助我也。而现在又要给代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军衔来招魂，真的是让我有点想拍手称快了。打鬼子去那种爽感，挠一下子就冲上了我中国血脉的天灵盖啊！按照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10月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的说法，此举便于日本公众理解自卫队体系，提升自卫队的认同感，提升士气。说实话啊，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也很有利于对手理解自卫队是个什么传承，生怕对手不够兴奋啊。你自卫队要是继承的是大佐的衣钵，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真的是把我们动用实力的最高道义机会送到了眼前来啊！谁能让去年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核武器受害者群体出来走两步？你们哪里来的脸说战后一代不承担战争责任？军国主义者远离过日本吗？你们是受害者的话，那你们的政府为什么还以大佐为荣呢？看看你自家借尸还魂的大佐，说说你该不该打？不得不说啊，现在日本这套近亲繁殖的9品中正制的官僚体系，简直就是一个猪队友的温床。灵机一动的这个效果啊，总能给人意外之喜。高市早苗的内阁成员、党内同僚、冲绳北方担当大臣，在10月8号隔海视察南千岛群岛时说啊，这是离外国最近的地点。言论在日本国内受到了广泛的抨击。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1月10号就此事向记者表示，俄罗斯对于千岛群岛的主权毋庸置疑。10月9号的时候，咱家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第3委员会现场直接谴责日本政府对琉球原住民长期存在偏见和歧视。你看什么叫双喜临门？日本想跟大英学大陆均衡，结果他面对的大陆是上5常的2大强国，不仅搞不了均衡，目前还很团结互信。大俄和咱家同时提出日本战后占据的争议性的地缘归属问题，这对日本来说可真是南北起火灭顶之灾。首先，无论是千岛群岛还是琉球诸岛，都是重要的军事要冲。俄罗斯依托于千岛群岛的弧形岛链，将鄂霍次克海围成了俄罗斯的内海，控制所有的进出通道，阻断潜在的敌国潜艇的渗透的可能性，仅留2个狭窄的海峡可以通行，进而掩护俄罗斯战略核潜艇基地和弹道导弹的试验场的安全。同时呢，连接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原本是日本太平洋舰队直接进入北太平洋的通道，结果现在已经成为了监视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西太平洋的前哨基地。而千岛群岛上，俄罗斯也是重兵把守 ，S-400 防空导弹可以覆盖整个群岛空域，拦截各类的空中目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射程直接覆盖日本北海道沿岸和京钦海峡。可以说，作为一个岛国，在各种土地狭小、资源匮乏等不利因素中，四面环海、灵活机动的这点优势，在北门就被锁住了，而现在南门也摊上事儿了。众所周知，琉球群岛横跨东海与太平洋，是美国岛链战略的核心环节。美军的冲绳基地占驻日美军的70%以上，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最大的军力投送点。日本的西南门户现在在法理和历史上的痛脚终于被公开的提出来讨论了。依据1945年波茨坦公告，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4国以及无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我方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日本对琉球原住民长期歧视和偏见的时候，日本代表甚至不能说一句自古以来，当场反驳冲绳人就是日本人，只能搪塞一句发言时间不够难以完整说明为由躲了过去，一句硬话都没敢说。他确实也说不出什么来。日本对于琉球的管辖本就是有瑕疵的，简单说就是狗仗美势罢了。现在中俄2国开始提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了，实际上也就宣告着，身为罪国，其实你有3个活爹，伺候好一个，你以为你的小日子就能好起来了？实际上，俄罗斯强调千岛群岛的归属和我方代表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琉球的归属法理和日本的管辖合法性问题，就是给日本锁上门的同时再关上一扇窗。琉球一直都是在日本被定义为牺牲区的地方，用国土 0.6% 的面积结与国之欢心。从72年到23年，美军在琉球犯下包括杀人、伤人、强奸等恶性犯罪6200多起，这都还是立案的，还有大量因为美军的治外法权不了了之的侵害。
琉球人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人下人的生活，换来的是日本3000公里的日本海的疆域有爸爸的爱加以保障。但随着福建舰入列，四川舰海试，咱家官媒放了一段10几架玄龙从四川舰上飞过的画面视频，喊道是动画，那谁你别怕。那谁是谁呢？实际上这就是对所谓的第一岛链直接的蔑视。可以说，如果失去琉球，日本这3000公里的海防就被拦腰斩断，日本将丧失防御纵深。作为南大门，琉球的海军基地还起到保卫日本的能源生命线的作用。日本的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北边有油有气的大哥，他不能买，只能依赖海上运输来的能源材料。打琉球这张牌，可以说就相当于把本子的未来直接锁死在日本海这片区域里。经济上，日本作为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储备的国家，就是明显的加工型经济的特征。模式呢，就以大进大出为核心，即依赖大量的进口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并加工之后的产品呢大规模出口，然后全球布局能源矿产和原材料的投资。要是南北门分别被一个活碟卡住，那大进大出就不要想了。现在日本成功的全球海外投资就会变成一个尴尬的笑话。战后那点油水，在广场协议之后全都放在海外了，在全球投资部署早石油开发勘探和各类金属矿石，投资项目遍布澳大利亚、印尼、巴基斯坦、中东、拉美，在非洲也没闲着，主打一个撒钱要矿拿回去加工。如果南北大门都被关死了，这些投资可就进不去也出不来了。说起来很可笑啊，这么一个能源严重依赖进口，金属资源对外依赖度为100%，农业上粮食自给率极低，人口都不是少子化，而是无子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30%的国家，突然想大左了。如果我们把西南门户一关，你是从钱到粮，从枪到炮，从石油到煤炭，什么都进不去。你说你想谁？招魂一个大左，就能重回到我们还没有工业化那会儿的他们的光辉岁月了？真的是愚蠢到让人惊喜。某岛有事，日本有没有能力有事还是个未知数，但如果绞盆机敢有任何轻举妄动，都会面临中俄的混合双打。大俄的西线还在绞肉机的状态下推进，绝不可能允许远东地区出现牵制点。美国想用日本牵制我们的副作用就是威胁到俄罗斯的东翼稳定，那么最快最合理最符合斯拉夫人特性的就是直接按住解除后患，而我们则是迎头痛击军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再次觊觎和侵犯。就现在日本这个要油没铁要人没粮的小身板，想给大左招魂真的是地狱级的好笑。昨天媒体爆出俄罗斯将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就是把人民币借给俄罗斯，俄罗斯只要还能稳定的跟我国进行大规模的能源贸易，还债就不是问题。作为全球第一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将人民币与能源支撑绑定在一起，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俄的能源有事还是人民币有事，都是两方的事。而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轻易的分散发展的精力，但是在祖国统一这件必要的事情上，在对手已经解除了全部道义上的限制的情况下，实现军事实力对主权货币的强力授信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市早苗现在的做法都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口出狂言习惯了玩砸了，而是带有着强烈的民主党豢养的国际利益派政客风格的操作，一种毒性极强的风格。从冯德莱恩到贝尔伯克再到卡拉斯，纵观这几年，欧洲政坛上以政治素人身份快速跻身外交国防部门的高官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种风格，毫无政治根基，缺乏职业经验和基本常识，主打一个价值观感人，完全听令于扶持他上位的背后势力，以卫道之名行卖国之事。高市虽然早年是有从政的经验的，但作为极右翼，政治基础其实并不广泛。随着安倍身故，他并没有继承太多的政治遗产。在日本这个九品中正制的政治门阀为主的生态里，他的女性身份和安倍女孩的政治基因是最好得到美国两党认可的人选。安倍本来就是民主党的伙伴，只不过是凭实力舔得了董王的欢心，但这也就意味着高市最大的价值就是保住美国的信任，而不是考虑日本的利益。目前他的种种操作里，实际上唯一受益的只有民主党。川普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才得到了和中国的 big deal。中期选举临近，川普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快速恢复经济，
减少和我们的矛盾产生的对国内经济体感的影响。然而，民主党很显然并不想让川普如意。两党达成合议的时候，我就说，川普这次的让步不会只在法案的账面上那一点。现在看，那3亿美元的军售就把川普的大好形势破坏殆尽。川普是去给日本松绑的，但是搞成这个样子，很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甚至连装都懒得装一下。我们要砍脏东西的头，川普这边已读不回。如今呢，就只盼望高市早苗再坚持一下，配合建国，把咱的统一大业推进快车道，千万要把大佐这个称呼换回来。到时候那真是满地跑的军功章啊！希望高市一定要保持搞事的定力，给军国主义招魂，让全球都再次从波茨坦公告的角度审视当年那个好像人畜无害的日本，皮下面是一只怎么样的鬼。今天玉渊谈点已经预告，反制就在路上。我耳边仿佛响起了一句台词：妖怪往哪里跑？